嗨，大家好，我是 Vivian， 每天为大家带来最新、最前沿的人工智能动态和深度解读。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 AI 热点吧。谷歌发布了 Gemini 2.5 Pro， 让消费者和开发者都能使用这款推理模型。免费 Gemini 应用用户可获得 2.5 Pro 的有线访问权限，而 AI Pro 订阅用户则可获得扩展访问权限。Gemini 2.5 Flash 也已更新价格，可供开发者使用。谷歌还预览了 Gemini 2.5 Flash Lite， 用于处理翻译等高容量任务。Gemini 2.5 Pro 这玩意儿简直是 AI 界的六边形战士，但说实话，它的野心可比游戏里的角色大多了。作为一个天天跟 AI 打交道的搬砖工，我摸着良心说，这波更新可能要重新定义咱们的工作方式了。1. 性能炸裂，这 AI 比我老板还能卷。先给大家划个重点，100万 token 的上下文窗口，啥概念？相当于你能把2本《红楼梦》塞进 AI 的脑子里，它还能记得住每一个细节。我试过上传一份50页的学术论文，让它提取研究方法和结论，结果10秒不到就生成了一份带目录的 Markdown 报告，连术语解释都给你标得清清楚楚。这要是放在以前，我得连续看3天，现在直接省下2杯奶茶钱。再说说代码能力，这玩意儿简直是程序员的摸鱼神器。我试过让他写一个 Flask 加 SQLite 的课程管理系统，结果他直接生成了完整的前后端代码，连启动说明都给你写好了。更绝的是，我让他做一个 3D 地球仪的交互效果，它不仅输出了 HTML 加 JS 代码，还自动生成了贴图链接，我直接复制粘贴就能上线。这哪是写代码，分明是给我发了个实习生。数学推理这块，Gemini 2.5 Pro 也没落下。我让它解一道数学建模题，它不仅能拆解题目、建立模型，还能生成 Python 仿真代码，连图表都给你画好了。最夸张的是，它在 AME 2025数学竞赛测试中拿了 86.7% 的高分，虽然略低于 Grok 3，但已经把 GPT 4.5 甩在身后了。2. 价格策略，谷歌这招温水煮青蛙有点狠。谷歌这次玩的是分层收割，免费用户虽然能体验 Pro 版，但每天只能用100次，超过就提示你该续费了。付费订阅分3个档次， Pro 版输入价每100万 token 1.25到 2.5 美元， Flash 版 0.3 美元， Lite 版只要 0.1 美元。对比一下， GPT 4.5 的价格是它的8到10倍， Claude 4 Opus 更是贵到离谱，这价格直接把中游模型厂的活路给断了。你说你是选贵的，还是选又便宜又能打的？但谷歌的小心机不止于此，免费用户用 Pro 版的时候，前5次体验极佳，后面就开始卡脖子，比如生成速度变慢，或者突然提示你功能受限，这就像游戏里的试玩版，等你上瘾了，自然乖乖掏钱买完整版。3. 多模态短板，偏科生的尴尬。虽然 Gemini 2.5 Pro 在代码和推理上封神，但多模态能力还是有点拉胯。比如图像理解， Vibe Eval 测试只拿了 67.2%， 比 GPT 4.5 低了近5个百分点。我试过让它分析一张股票走势图，结果它把 MACD 金叉说成死叉，直接让我损失了一顿火锅钱。视频处理更不用说，谷歌根本没开放第三方对比，估计自己也知道打不过 Midjourney。 不过谷歌也在想办法补救，新推出的 Flash Lite 支持按需开启思考模式，虽然延迟低了，但生成的图像还是有点抽象，就像我让他画个穿着汉服的 AI 工程师，结果出来的是个绿皮肤的外星人，我老板看了都直摇头。4.
行业影响 AI 内卷进入新阶段。对开发者来说， Gemini 2.5 Pro 简直是生产力外挂。现在写代码、做毕设、跑模型都能交给它，效率直接翻倍。但这也带来一个问题，以后程序员是不是得跟 AI 抢饭碗了？有个朋友跟我说，他们公司已经用 Gemini 生成 80% 的基础代码，剩下的交给人来优化，直接裁掉了一半的初级程序员。对普通用户来说，免费版的阉割感可能会影响体验。比如你想让他写一篇10万字的小说，免费版只能生成前2章，后面就得花钱解锁。这就像吃泡面只给调料包，不给面饼，多少有点膈应人。在国内市场， Gemini 2.5 Pro 的反响有点尴尬。一方面，它的中文支持不如国产模型，比如解析古文或者网络梗，经常闹笑话。另一方面，付费门槛太高，普通用户更愿意用免费的通义千问或者文心一言。不过，对企业用户来说， Gemini 的性价比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处理10万字文档只要 0.16 美元，比用国产模型还便宜。说实话， Gemini 2.5 Pro 让我看到了 AI 的无限可能。它能帮科研人员处理海量文献，能帮程序员写出更高效的代码，甚至能帮普通人完成复杂的任务。但与此同时，它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当 AI 能做 90% 的工作时，人类的价值在哪里？我记得有个程序员朋友说过，现在写代码就像拼乐高， AI 给你零件，你负责组装。这听起来挺酷，但也意味着我们得重新定义自己的角色。未来能驾驭 AI 的人会更吃香，而只会重复劳动的人可能会被淘汰。另外，谷歌的分层策略虽然精明，但也可能伤害用户体验。免费版就像试毒，等你习惯了 Pro 版的强大，突然断供的酸爽，估计只有试过的人才懂。希望谷歌能在商业化和用户体验之间找到平衡点，别让最强 AI 变成最坑 AI。 Gemini 2.5 Pro 的发布，就像当年 iPhone 4重新定义智能手机一样，可能会重新定义 AI 的应用场景。它在代码、推理、长文本处理上的突破，让 AI 真正从玩具变成了工具。虽然多模态能力还有短板，价格策略也有点鸡贼，但不可否认，它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如果你是开发者，别犹豫，赶紧上车，这玩意儿能让你效率翻倍。如果你是普通用户，不妨先试试免费版，体验一下 AI 的强大。如果你是企业主， Gemini 的性价比绝对值得你考虑。最后，我想说， AI 的发展就像一列高速行驶的火车，你可以选择上车，也可以选择观望，但无论如何，它都不会停下。而 Gemini 2.5 Pro 就是这列火车的新引擎。如果您对人工智能充满好奇，想要及时了解这个正在重塑我们生活的科技领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期见，拜拜。